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高市早苗的这个台湾有事论引发了争议，到现在余波未平。那么一番这个台湾第一位，日本也没有立场评论呢，想不到呢，反而更加使得北京炸锅。北京不只是批评这个日本呢是老调重弹呢，而且是直接引用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来暗示，必要时不需要联合国批准，也可以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外界认为呢，这已经不只是在做外交警告，而是发出了战争级的讯号。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真的是很危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看到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呢，也讨论说要修改非核三原则，甚至要发展核威慑引进核武，顿时也让这个东北亚整个瞬间炸锅。日本国内也开始担心这会不会让东亚的军备竞赛正式开始同一时间，也看到日本在与那国岛部署飞弹，美军呢在岛上呢又设立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美日联手的军火库，这距离台湾呢只有110公里让北京跟莫斯科都警告了，说日本你是在自己给自己招事惹事吗？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与那国岛可能听过，但不知道它距离台湾竟然这么的近，只有110公里。我们平常听到的是石垣岛。但是呢，与那国岛更近，这简直就是把这个台湾这个最近的地方呢放了飞弹。那这对于不只是中国大陆来讲，还有包括像是北韩呢，也都是深受威胁。所以这个最近听到陆方常常会提到是说，这个军国主义要复辟吗？何老师怎么看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前提，也是提出警告，如果你敢复辟军国主义，我就对你不客气，是这样吗？当然，现在日本距离要复辟军国主义还很远因为整个日本的这个战后的和平宪法，事实上也还没有修改嘛然后在和平宪法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保法制，它充其量它只是这个就是说解禁集体自卫权意义。在于就是说，如果美军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它可以驰援美军，这样的而已。那至于就是说，日本可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一种解释的改变，他就拿到一个就是说通行证，对不对？自卫队它可以溢出日本的一个范围，然后介入不属于日本的战争，这个在日本的法律上，事实上可能还是做不到。而且这个就是说，如果日本真的要动用自卫队，对不对？去介入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时候，它经过国会对，那这个国会到时候这个一定的这个吵翻天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台湾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这个只要高市首相一讲我们台湾就安这个台湾这个有日本作为一个这个后盾那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说，日本事实上当然他很希望就是说跟美国能够核共享，但是日本自己又有一个非核三原则，这样非核三原则本身就是说这两个就是日本自己不制造，然后不拥有，这个可能高市也不会去挑战，但是高市唯一要松动的就是让美军重新的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核武再部署到日本，因为事实上在1972年，这个美国把这个琉球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之前，对，美军在琉球基本上那时候是有核武的可是后来因为非核三原则，后来这美军对不对，在日本就不能够再部署核武那事实上不只是日本包括韩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之前他也跟美国这个提到所谓的核保护伞，对核保护伞，这核共享，那时候是那个Joe Biden 的时候，那时候 Biden 听到这个突然吓醒，所以你想嘛，日本他很清醒，他说没有这回事，韩国有，那为什么日本不能有？而且韩国最近这个被川普已经这个亮了绿灯了嘛，他们可以这个就是说拥有这个核动力潜舰那日本当然也很想有所以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在所谓的非核三原则这个他可能会修改，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他会全面的修改就是美国也不会允许日本这个去制造跟拥有核武啦。我觉得说如果要的话，充其量只是就是说重新让这个核武这个就是说由美军这个带到日本，那这个是有可能那不过到时候美国会不会这样做？我觉得美国还是会综合的考量这个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或者是对于美俄关系的影响。那这个是主控权还是在方老师的这个美国身上？对Ross， 美国部署与那国岛飞弹的这个它背后的思维是什么？
日本要做好它的自卫是可以理解，尤其是在中国跟北韩的威胁继续升温，继续上升，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不管是南韩、日本、欧洲，都觉得这些国家长期是依赖美国了，他们要提升他们的国防预算、国防投资。武器部署等等是对的选择，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你真的不能忽略你的自卫跟国防，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觉得是可以理解。而且刚刚从那个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图哈，就说110公里这么近哈，我看了一下，这航程大概飞机的话才是2个小时哈，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时间算是非常短的。那我继续请教你啊，因为刚刚讲到日本，那也讲到南韩啊，现在韩国也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推到海啸第一排，就是这个火线第一前线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军在南韩的动作没有停啊，他们最近呢把31架 F-16超级中队就直接部署哈，放在韩国的乌山基地，那等于就把南韩推到中美对抗的第一线。这个使得南韩的朝野的都非常的生气哈，因为他们很担心被推去帮美国挡子弹。那么南韩国防研究院在这个时候也抛出了说，北韩啊，其实南韩最刻意的在意的就是北韩。然后说北韩的核武库预估已经有150枚核弹，甚至可能在2040年冲到400枚。这摆明的就是暗示南韩光是应对北韩就已经很吃力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也看到南韩总统李在明他突然表态。他说他希望尽快到北京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啊，希望中方当然这个是不是外界解读说是不是希望中方也赶快出来啊，缓和一下这个局势哈？确实，李在明他也强调一点，他说因为现在南北韩之间啊，北韩现在是拒绝沟通的，这没有沟通没有对话，这个后果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担心。所以说，马老师。南韩把这个北韩的核威胁摆到最大，他也很担心自己被推到第一线哈。那可是第一个问题，南韩有决定权吗？我想他自己在这个美韩同盟的架构底下，他连这个指挥权都还在跟美国有一些 argue，他大概很难有完全自己的指挥权。不过就南韩的意愿来看，其实他们真的不太关心抗中这个议题，不是这么关心，他们最关心还是北韩问题。对，那北韩问题当时的6方会谈，那其中就是南北韩扣除之外的4方，因为俄国已经跟北韩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了，那其实他能够找的就是剩下3方。那其实韩日之间，因为有很多历史的问题，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有互信，所以他只剩下美中可以找。那美国当然是挺南韩没有问题，所以中国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特别是现在这个北韩的核威慑能力变得很高，然后它的 ICBM 在跟俄国合作之后，这个进步的速度很快，它的确对南韩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我认为因为李在明上台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就是单这个依赖美国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其实他创造了跟中国合作的空间。在这里面11月1号就是在 APEC 期间，他们两边的这个谈，其实讲的合作的东西非常的多，搬不走的邻国。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韩国的选择里面，我觉得第一个他没有兴趣在美中之间做选边，他最在乎的是北韩对他的威胁。那再来就是他其实有一个后门，就是他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存在一个合作的空间，就在11月1号开启的，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所以其实南韩也试图在中美的对抗中间找到一个可以，也许有时候过来一点，也许有时候过去一点啊，找到一个平衡点。可是反观台湾这边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政府突然宣布要砸下400亿美元啊，折合台币大约是1.25兆，要打造什么呢？台湾之盾。当然，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特别预算啊。那这个预算当中包括哪些项目呢？像是跟美国采购新武器，还有呢，建设无人机、飞弹这些非对称战力。然后最重要是提升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当然，这个也大家这样想是说，会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哈，这个像是军购压力啊，那会不会？那这个赖清德总统呢是回应说，这笔预算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好，那我要问的是说，如果把这几件事情都拉开来看呢，好像一步又一步的，大家都有一个步骤，像堆叠起来的，是安排好的是吗？
美国我刚刚说了，美国不管是南韩、日本、台湾、欧洲，美国都希望这些国家提升他们的国防预算跟投资，这个是很多美国总统的长期的主张，这不是从川普1.0或川普2.0才开始这样讲了，连左派的拜登跟奥巴马也是这样讲，谁执政都一样，都是希望，而且不是因为美国军火上赚钱的理由，是真的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是就是国防投资是不够的。但是赖清德总统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同意的地方。他也要印太地区，我觉得他的责任，他是负责台湾的国家安全，他不是负责整个印太地区的。对，他讲到说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对这个部分我不是很了解，因为他真的要说，就是为了我认为他应该要说，就是为了台湾，我要证明给不管是美国、日本，其他的国家，我们对保护台湾的决心，这个跟印太地区是无关。尤其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一点都不在乎，完全都不站在台湾的立场，而他们常常讲得非常明确。所以你讲整个印太地区，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你应该要说是为了好好保护台湾，我们该做这个大投资了。对，你刚刚提到东南亚国家，大概也只有当中的菲律宾是比较在符合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啊。那现在看到像是日本啦，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南韩，然后呢像台湾啊，再往南就是刚刚讲的菲律宾啊，但其他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因为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而配合他们。所以从11月7号开始啊，就是高市早苗国会言论台湾言论之后，哪有东南亚国家有站在他的立场？那虽然新加坡总理黄总理他有出来说，其实我们东南亚国家很多这个历史二战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了，但是我们不是天天在讲，我们已经开始跟日本做好朋友啊，交流等等啊。所以，但是他们也没有明确站在日本的立场，或明确批评中国大陆。对，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看哈，因为符合美方的战略考量，但是究竟会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俄乌目前的现况。好，回到节目，我们来看的是俄乌的最新局势啊。目前看到有关于俄乌和平草案的版本啊，简直是一日数变啊。从我们原先所讨论到的是提出了28点，到后来呢变成了19点，到现在呢美方又有最新的版本。现在是众说纷纭，也有不同的解读。那普丁这边呢，最新的回应是说，大致上是同意美方的版本，而且是把美方的版本当作他说是一个起点啊，意思说他先定锚了，他告诉你说就从这边开始谈起啊，那也别想再讨价还价。但是同意的点是什么哈，也没讲清楚说明白。不过倒是画出了一个底线。普丁说，乌克兰如果想要和平，就要把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啊这些俄语区。就是这些土地呢，就还回来，就是我已经打下来的，你就不用想再拿回去了。那如果这些地区现在的乌军不撤军呢，他就继续打到底。普丁更强调，俄军的行动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这个话真的很狠啊！但是让人震撼的是哈，现在这个美国的最新和平草案被爆出说，川普的特使啊 Witkoff 他在录音当中啊松口说，乌克兰要割地换和平，而且不止顿内茨克，等于是美国自己承认，俄罗斯已经成功的把美国逼到了谈判的底线。现在是反而美国提案要乌克兰来割地求和，所以普丁说他大致上是同意美方所提出的这个版本，但现在这个版本内容是一直在修啦，不可能是最终的定案的啊。那最后会不会讨论到最后就变成说讨论个寂寞啊，还是没谈出了一个什么？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我觉得有可能，这个还是要看最后俄国跟乌克兰态度。不过，我觉得俄国已经没有什么好争执的东西啦，因为在28点，如果它是一个虽然会改，但是我相信它政治方向非常明确。第一个是乌克兰它不能进北约，对，然后北约也不东扩，然后这个现在就是美国会保证现状，就是俄罗斯所占领的土地通通归俄罗斯，就是画在现在这个停战线这边哦。那其实就是乌克兰丢了大
比克里米亚岛，还有他战后所失去的这些土地，全部要给俄罗斯。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基本上，假设这个和平协议真的通过，他就是大赢家。但是这个就回到当时，泽伦斯基跟川普，不是在那次碰面的时候，大家都记忆犹新，就是被川普跟 Vance 骂了一顿啊。对。那川普就说你是想世界大战吗？还是你要继续做绞肉机？这两个选项在川普的 list 上应该都没有，因为川普的承诺就是他要赶快结束这世界上的几场大战，所以我相信快要期中选举，他一定会有压力，就是我有兑现承诺的压力。所以28点原则，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抛出来。从样态上看起来，就是乌克兰几乎是完全被出卖，那俄罗斯拿到很大好处，所以我觉得俄方的统一的机会很大哦。那至于乌方有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他会不会就是各方都接受的一个关键点。对，所以现在不变的就是不管你是28点啦，接下来有19点啦，甚至最后修到可能只有10点哈，就是综合以上的，不管是几点啦。不变的就是不可能会加入北约，乌克兰部分啊，再来就是至少现在打下来的俄罗斯打下来的这些领土也不可能归还给乌克兰了，因为乌克兰的话，这个现在我看数字上面是1/3的土地，这个领土都被俄罗斯所目前是占领的哈。那现在还看到了乌克兰的内部啊，最近真的是贪腐连环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泽伦斯基最贴身的幕僚长叫做厄尔马克呢。最近就传出了他因为涉嫌超过30亿台币哈，折合台币大概30亿的贪腐回扣案被严格搜查。那他还是乌克兰的首席谈判官，他曾经代表乌克兰出席过美乌双方的日内瓦会谈。而之前呢，本来就已经爆出来的2位部长哈，这也是贪腐，都揭露呢是跟泽伦斯基啊关系匪浅。那现在呢又烧到了这个泽伦斯基的贴身幕僚长。使得现在泽伦斯基啊是深陷贪腐的疑云，但是大家也在想说，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怎么会这么刚好呢？怎么会打到这个现在又在谈？那一方面呢又传出这个贪腐啊，这好像是一个非常精心策划的剧本。先前莫斯科也一再的主张说，泽伦斯基的政府啊，其实因为他的总统任期已经超过了，但是你没有举行大选，所以你的总统是不具合法身份，没有正当性。那现在呢？贪腐连环爆，好，所以Russ 你觉得，如果你是泽伦斯基，这个议题我们过去有讨论很多次了，就是说，如果泽连斯基不能接受，其实是美国的条件，就是美国的和平条件，他可以选择下台了。那现在自己辞职嘛？自己辞职，这个我很多次之前有讲过，对，有讲过了。对，他真的有这个选择了。那如果美国给他压力说，真的现在时间到了，你真的要停火，而且部分的领土还是要接受，是不是法律要接受？但是实际上你要接受是5先期会有俄罗斯占领，你必须要接受。那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他有辞职的选择，早就有这个选择，现在又有这个选择。他在刚刚马老师讲说，跟川普在白宫那次谈的时候，已经被川普告知说你已经没有牌了哈，现在一定是更没牌了，连可能这个衣服都拿出来典当了哈。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你觉得泽伦斯基他现在光考虑他个人的部分，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一定在谈条件了。所以最好的选择其实还是辞职了。如果他真的不能接受，是在我在任内我在位的时候同意我们国家领土让给部分领土让给俄罗斯。如果他真的不能接受的话，他就可以辞职，然后这个可以固定他的历史地位。说那个条件，我是打战几年，3年多了，但是美国给我压力，让领土给俄罗斯，我不接受，我就辞职，然后让下一位。那看看这乌克兰会不会，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没有一个算是政治领袖，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哪一派站出来说，这个交换是我们乌克兰人该接受了。为了停火啊，部分我们国家领土，而且不只是俄军目前占领的领土，是更多对还没有占领的领土也要给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乌克兰政治人物说这个条件我们该接受了，但是或许会有。何老师觉得呢？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的是，泽伦斯基，如果我是泽伦斯基的话，我想说你要先保护我的人身安全啊，因为我怕我下台以后呢，我的性命会有危险。还有呢，我可能要寻求政治庇护，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吗？当然，那个
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泽伦斯基来讲的话，他是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哈，他输到脱裤子了哈。那如果这样在这样情况之下签订和平协定的话，我相信泽伦斯基对不对？他在乌克兰大概留不下来了哈。那所以就是说，他等于是被丢包了一样哈。那但是我们看这样一个结果哈，就是我们。这个来回顾，就是俄乌战争刚冲突的时候，对不对？那大家去制裁俄罗斯，然后去支持乌克兰，就最后白忙一场。整个俄罗斯还是在这个俄乌问题上面，他要到本来川普他所设定的，那俄国就是重返黑海，对不对？那就是说，那这个对欧洲来讲的话，这当然是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哈。那个事实上，我们常常在讲哈，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对，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从这个北约国家来讲的话，对不对？乌克兰有事就是欧洲有事，那欧洲有事，他们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你美国也是北约，你美国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也不想啦，美国要你欧洲防卫自主，所以你欧洲各国你也要提高你的防卫预算。可是欧洲过去已经好日子，欧盟已经好日子过太久了，他们在防卫上面过去过于依赖这个美国，他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一个，特别德国跟法国，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去扛起整个欧陆的这样的一个防卫自己的这样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最倒霉的是乌克兰，但是最紧张的是欧盟。对，您提到最紧张的现在是欧洲啊，欧盟、北约啊，这个现在因为俄乌，我们感觉好像快要进入到尾声阶段了，但是呢，现在又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论啊，那到处在传啊，比如说法国方面已经在警告说大家要准备失去孩子了啊，德国方面呢也重启征兵。东欧国家正式警告说，俄罗斯要进犯欧洲，大家要小心了。可是普丁最近讲了一句话哈，彻底的就是打脸了大家哈。他说，任何关于俄罗斯侵犯欧洲的说法都是荒谬的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件事情，说俄罗斯如果真的要说要侵犯这个欧洲的话，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要么就是看能力，要么就要看有动机啊，你的意愿是怎么样？那所以呢，欧洲各国整军备战的同时哈，可是各国的国内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有反战的声音、反军费的声音。普丁现在还没有对欧洲怎么样，欧洲自己就已经有非常多分歧的意见。所以何老师，你觉得现在这些意见是先喊出来，有点像是我喊出来以后就见光死了哈，打预防针，打预防针的概念是这样的吗？当然，我觉得。现在的俄罗斯哈，这个他会不会就是说乘胜追击？我认为这普丁如果普丁他是理性的，我认为他会停下来了，因为整个俄罗斯基本上他重返黑海之后，他在整个国际政治上面他就取得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可以重回海洋。那所以他不见得要去恢复这过去在冷战时期俄罗斯他所控制的那样的一个广大的这样的一个东欧，那而且他也可能做不到，就是说再去把斯拉夫民族再把它统一起来，这个太困难了啦。你可能就必须要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见好就收哈。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法国跟德国会这样讲？我认为他们要增加国防预算啊，国防预算基本上你要师出有名啊，你不能讲说现在欧洲很安全啊，我德国很安全，我法国很安全，但是我的这个防卫支出，因为美国不要付钱了嘛。对不对？然后要增加很多的这个防卫预算，当然就跟赖清德一样嘛，就要讲说2027台湾很危险嘛，那你国民才会支持这个钱嘛。我现在德国跟法国事实上也有类似的，就是说我要增加国防预算，我要有个理由，那用这个东西做理由是最容易说服这个国内的人。现在带头的看到，当然就是以欧洲为主的几个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那英国也有角色啦。这个可是因为他们现在都非常担心啊，万一乌克兰。